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中国女排折戟小组赛，郎平准备5年之久的心血付之东流了。在开赛前，无论是球迷还是媒体，一直看好中国女排能卫冕奥运冠军。然而开赛后，前3场比赛让无数人看清了中国女排和世界女排强队的差距。许多人都在找中国女排失败的原因，有人说朱婷的伤病影响最大，有人说郎平战术水平没打出来，还有人说中国女排的阵容缺少新人，6大主力搭配的打法早就被对手研究透了，焉不能败。不管这3种说法孰对孰错，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其他强队在东京奥运会上都涌现了一些优秀的新人，比如土耳其女排的卡拉库尔特、美国女排的汤普森以及俄罗斯女排的费多罗夫采娃。他们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给球队注入了新的打法。反观中国女排，大多数都是老面孔，几乎没有新人，只有新星李盈莹在小组赛后面几场表现不错，但是无法挽回女排小组赛出局的情况了。在新人逐渐上位的背景下，老将们纷纷选择退役。今天就来说说世界女排强队中4大巨星宣布退役，其中3位已经是奥运冠军了。第一位是朱婷在土耳其联赛瓦基佛银行俱乐部的队友，来自美国女排的主攻手希尔，她帮助美国女排获得了东京奥运会冠军，算是实现了愿望。这支美国女排早在意大利联赛期间就依靠年轻人成功登顶了最后的冠军，他们的后备力量很足，如汤普森等新人在奥运赛场上表现非常出色，希尔这时候选择激流勇退，算是一种理智的选择。其次是来自巴西女排的费加雷和卡米拉，这2位巨星都获得了奥运冠军。为了帮助巴西女排完成新老交替，从里约奥运会坚持到了东京，只不过在决赛上面对实力强劲的美国女排，巴西女排败下阵来，最终获得了东京奥运会银牌。他们在前不久也宣布退出巴西国家队了，现在巴西女排也即将进入年轻球员的时代了。第4位是来自韩国女排的巨星金软景，她获得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排 MVP 的称号，曾是世界第1主攻手。只可惜韩国女排整体实力不强，无法帮助金软景取得更高的大赛荣誉。1988年出生的金软景带领韩国女排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了第4名的好成绩。前不久她也宣布在国家队退役了。通过观察世界强队的人员变化，我们发现格局已经变了。拿刚刚获得意大利世联赛冠军和东京奥运会冠军的美国女排为例子，他们大胆地提前培养新人，在世联赛上练兵，很快就在奥运会上获得了成功。美国女排成功的经历值得中国女排从中获得启示。郎平也曾表示，中国女排未来需要更多的和世界接轨。在奥运小组赛上前3场，中国女排都跟不上对手的攻防节奏，这就是我们准备不足和策略失败的体现。这其中有朱婷伤势的原因，但是女排没有优秀新人冒出来也是事实。希望郎平和中国女排认真总结，获得启示，多挖掘培养优秀的新人，带领中国女排早日重返世界之巅。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女排失利的原因是什么呢？欢迎在评论区当中留言。关注杂酱体育圈，了解更多体育资讯。我们下期再见啦！